一个礼拜只休2天，你觉得足够吗？过去几年全球各地纷纷展开了周休3日的实验，希望能够让民众过得更幸福。到底实验结果如何？我们也有机会1周休3天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周休3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前阵子有民众在公共政策参与平台上面提案说，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周休3日的国家，获得了超过5000人的联署，让政府必须要给出一个回应。这个提案呢，也让周休3日的议题再度的浮上台面。事实上世界上面已经有很多的国家推行过周休3日的实验，就连我们印象当中过劳问题超严重的日本，都有不少企业在执行周休3日。而且这些实验的结果显示，很多实施周休3日的公司呢，不止员工更快乐，生产力反而还更高。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么今天我们就会从冰岛英国、日本的实验来看看周休3日是怎么执行的，有什么样子的优缺点，到底有没有可能在台湾实施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拍影片跟剪影片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做的事，但你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的作品就是能够比其他人更受欢迎吗？秘诀不在特效，而是在于掌握观众。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线上课程《工薪剪辑术》，就是要教你如何剪出让观众更想看完的影片。这堂课讲师是经验超级丰富的阿迪不仅拥有200万的 YouTube 订阅，而且他制作过的影片呢，也已经超过了600多支，累积了超过3亿次的观看数。这么大量而且类型多元的影片，其实背后有着共通的剪辑心法。阿迪将在课程当中都详细的一一介绍给大家。不管你是想要拍哪种类型的影片，或是哪种长短的片长，这些拍摄与剪辑的 know-how 都能够帮助你把影片变得更吸睛，更能够抓住观众的心。请大家把握限时折扣码，在6月30前领取85折优惠。现在就点击进来了解更多的滴滴流剪辑心法吧。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冰岛的案例位在北欧的冰岛呢，一直都是很多人羡慕的国度，常常被认为生活很舒服福利政策很完善，像是他们的育儿假就长达了9个月，休假的期间还能够拿80% 的薪水，怎么想都是福利超好的国家。但实际上呢，他们的人民却觉得自己蛮累的。在2005年的一项调查当中呢，发现 25% 的冰岛人在工作结束之后根本就累翻了，完全没有力气做家事，更别提还要陪家人。此外，根据研究，冰岛人的工时也是全欧洲第3高，大约有44.4小时，但他们的工作生产率却比其他的北欧邻居还要低。而且更糟的是，工时很长就算了，冰岛人平均每个人还要工作47年才能够退休。不少冰岛人都崩溃的说，该不会我们引以为傲的经济发达根本是靠着我们卖命工作才达到的吧？我不要因此冰岛政府也趁着这股气势决定领先全球，推出周休3日的实验计划。2015年，冰岛展开了周休3日的实验计划。冰岛的政府办公室、儿童服务中心、医院警察局等等的机构都开始执行实验，从原本每周工时40小时降到35到36小时，差不多呢是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9小时。计划有2大目标，首先呢是希望能够解决工作跟生活不平衡的问题，而接着则是希望能够提高工作生产力。但是这听起来超矛盾的，对吧？如果工时下降了，要怎么样提高生产力呢？针对这个问题冰岛认为只要提高工作效率就可以做得到。他们要求参与的单位缩短会议时间，因为太频繁的会议只是把大家都聚在一起浪费时间而已。再来，他们也重新安排轮班，并重新评估每项工作的必要性。他们还要求大家上班时不要做自己的事情，不要滑手机，也不要一直去茶水间，并且减少中间休息的时间，希望用更短的工时创造相同甚至更高的产能。那么这个实验成效如何呢？实验的结果或许会让大家跌破眼镜因为成效真的不错。像是移民局还有注册局等等单位呢，都在实验后证明他们的服务品质还有服务件数都没有因为工时变少而下滑。另外呢，在员工的感受上面，普遍也都非常喜欢这个政策。很多人提到能够早点放假或是1周只上4天班的诱惑力实在太强了，他们很愿意努力工作，早点达标来换周5放假的这件事情。而且因为工时减少，生活上面的步调变得比较从容，也更能够调节工作上面不好的情绪。普遍来说呢，员工们上班的心情都变好了，公司里面的气氛也轻松很多。那当然事情很难这么完美周休3日也还是有一些缺点的。
在周休3日的期间呢，政府的财政开销其实也增加了，因为像是儿童服务中心或是医院这些地方都是需要24小时轮班的。但为了要让员工的工作时数下降，政府就只好聘更多的人进来。光是医院呢，一年就要增加9亿2800万左右的人事费。而另外也有人指出，对于经济条件比较不好的人来说，如果强迫周休3日，反而会害他们赚得不够，造成财务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推行周休3日的话，对于部分的资方以及劳方都可能会有财务上面的危机。不过总结来说，冰岛对于实验结果还是给予周休3日非常正面的评价。而在实验结束之后呢，虽然取消了周休3日，但冰岛也回不去了。有 86% 的劳动力人口都已经开始转向更短的工时，而且薪水不变的工作状态。整个国家正在往逐步减短工时努力。那看完了冰岛，我们再来看看英国的案例。英国的非营利机构 4-Day Week Global 呢，启动了一个可能说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周休3日实验。总共有61家英国企业，2900名员工参加。他们想要测试看看员工们可不可以拿 100% 的薪水，用 80% 的工时做到 100% 的工作产出。而他们也跟冰岛一样，将重点放在工时减少、效率提升的改革上。实验一开始企业都需要参加为期2个月的训练，重新制定全新的工作流程。像是有的企业呢，就会鼓励员工自行决定要不要参加例行会议，避免员工被会议干扰工作效率。或者是呢，公司会导入更多的自动化流程，让系统帮忙写报表、写信等等，节省员工们的时间，提升效率。那么这场超大型实验结果如何呢？实验进行到2022年为止超过90%的企业在实验结束之后都愿意继续尝试，让员工1周只上班4天，甚至呢还有18间公司愿意永久采用这样子的模式。原来这个模式呢，不仅让企业的平均营收比前一年成长了 35%， 而且因为员工有更多的时间休息，更不容易对工作产生倦怠，离职率大降了 57%， 大家变得更爱公司了。可以说少了1天真的差很大。有主管呢还表示，1周工作5天是20世纪的想法，不再适合21世纪。英国的实验获得了大成功。但讲到这里或许有人会觉得冰岛英国都是福利不错的国家，他们的工作环境、配套措施本来就比较健全，民众的想法也比较进步，周休3日这件事情不适合亚洲啦。因此接下来呢，我们想要来看看被认为是过劳大国的日本是怎么样看待周休3日的。几年前，日本政府就开始讨论推动选择性周休3日的可能性。乍看之下不可思议，很多人都说呢，日本高龄化的问题超严重，劳动力常年不足，找人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想要推周休3日呢？其实是因为日本政府发现劳动力不足的原因，不只是因为劳动人口老化，也是因为很多女性因为要照顾小孩或者家中的长者，不得不离开职场。因此呢，他们开始考虑周休3日的多元工作模式，希望可以让所有的员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降低离职的可能性。而日本人事院也提出建议，希望在今年呢，政府采取弹性工作制，让日本的公务员能够选择周休3天，改善劳动条件，留住人才，并且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报考公务员。而另外，其实不少的日本民间企业也早就在开始推动周休3日了。像是日本松下、日本微软这些知名的大企业都有推动过周休3日，也收到了不错的成效。不过有些日本企业考量到本身的业务量庞大，可能不认为缩短工时可以有更多的产能，因此他们虽然有推周休3日，但方法呢是工时打8折，薪水也打8折。也就是说呢，每周工作可以少1天，但薪水也会扣1天。日本政府不太赞同这种说法，很多的专家担心呢，对于劳工来说，大家会因为不想要少赚钱，放弃周休3日的选项。而且这样子的周休3日呢，可能是变相的在放无薪假，对于经济发展没有好处，甚至因为大家赚得更少，也会减少消费，对于经济有负面的打击。那么到底要不要周休3日，要怎么样执行周休3日，这也是现阶段日本还在努力讨论的话题。最后，我们来看看台湾的状况吧。劳动部针对周休3日的提案呢，有邀请一些单位一起开会。劳动部官员表示，在会议当中呢，劳资双方其实都同意周休3日的方向很好，但有些问题现阶段很难解决，可能不适合马上推动。像是劳方就表示，因为台湾很多劳工的工资呢都跟出勤时数绑在一起，周休3日会导致他们的收入减少，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劳工都支持周休3日的方案。
对于资方来说呢，冲击也不小。像是服务业的工作形态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时间点呢都要有员工在场。缩短工时之后呢，如果要维持相同的服务品质、服务时间，真的会有困难。台湾现在就已经面临大缺工，周休3日会让人力的缺口更加的严重。而至于政府单位呢，也有担心的地方，像是卫福部就提到，如果要周休3日呢，医疗还有照顾机构会面临人力问题，除了人事支出会增加之外，门诊服务可能也需要调整。金管会则表示，全球的交易市场是联动的，目前其他国家都还没有实施周休3日，如果只有台湾实施，就会影响到对外的交易。总结来说，依照政府的说法呢，要在台湾全面的推动周休3日，现阶段应该是非常的困难。而在6月底，他们也会提交更完整的资料，正式的回复这一次公民的提案诉求。我们计划在讨论字体的时候呢，内心有点矛盾哦。一方面，我们都认为周休3日会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很期待有实现的一天；但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确实的理解，现在要推行周休3日有它的困难。就像我们观察到的，国外虽然有好多的实验证明了周休3日的好处，但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任何国家真的把周休3日落实为全国性的政策。那我们推测，主要可能也是因为有很多产业并没有办法这么顺利的调整为周休3日的运作模式。就拿台湾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以劳力密集为主的中小企业还有制造业，如果要实施周休3日，就需要付出比较高的营运成本，而这些企业不一定有办法负担。而且目前台湾生活的方便还有快速，也是仰赖大家用相对廉价的劳力还有高工时所累积出来的。如果实施周休3日的话呢，像是便利商店医院这些地方，可能都没有办法用现在的方式经营。台湾人引以为傲的便利生活，势必会需要做出一点牺牲，这也是值得大家一起讨论的部分。不过我们觉得这次的提案不论联署讨论都非常热烈，这也代表着大家对于这个题目很有感，很多人呢都希望能够拥有更好的劳动环境。而且台湾工时过高的问题呢，也是不争的事实，这都是台湾人长期以来痛苦，才会有这么多的人跳出来要求周休3日。那么政府如果没有好好的回应这些诉求，恐怕也只会让民怨越积越多，变成一颗未爆弹。那么觉得虽然说短期内呢周休3日看起来遥不可及，但还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渐进式的推动看看。举例来说呢，政府或者其他的企业或许可以更大胆的尝试缩短工时的实验，来测试看看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在工时减少的状况之下创造一样或是更好的运作效率。而有了实验结果之后，未来如果我们要继续讨论周休3日，我们就会有数据可以分析各种方案的利弊，或许就能够慢慢找出最适合台湾的改革方向咯。那今天到这边，想问大家，你支持台湾周休3日吗？ A 支持虽然很困难，但还是要努力的推动。B 不支持我觉得周休3日不适合台湾的产业结构。C 不太确定如果有些实验的话，可能比较可以参考。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讨论周休3日。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工作狂以及安静离职。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